Hello，你们好，我是 Edward，我现在在车子里面，在学校门口，我来接我们家小朋友放学回家了。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知道在中国的城市里面，作为学生的家长，我们最担心、最关心孩子的什么问题吗？是他们的学习？是他们过得开不开心？其实都不是。作为家长，我们最担心的是他们的安全问题。我们中国家长会碰到3种安全问题，尤其是最后一种，非常隐蔽，但是呢，如果发生了，却是非常致命的，我们也非常担心。今天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天了，3年级的下学期，到了马上就要暑假了嘛，然后暑假过完之后，他们下学期就是4年级了。在中国，从幼儿园开始，一直到小学3年级，我们家长每天都要负责小朋友们的接送，就是早上我们要把他送到学校里面去，放学之后呢，我们家长要把他们接回家。中国的学校，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小学，大部分都是没有校车的，只有一小部分的私立学校才会有校车。所以大部分家长每天都要安排接送。每天早上小朋友上学，或者下午小朋友放学，你就会看到在学校的门口，或者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们家长为了接送小朋友，真是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各种交通方式的都有。像我每天早上会开车送他们到学校嘛，但是下午放学都是他们的爷爷奶奶走路来接他们的。还有很多的家长呢，是骑电瓶车，就是电动自行车来接送小朋友。电动自行车还是最方便的，但是碰到下雨天就比较麻烦，尤其是这个月，上海是梅雨季节嘛，每天都在下雨，像昨天下午还有大暴雨。这种下大雨的天气，电瓶车就不是很方便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会被淋湿。还有一部分家长呢，会开着电动的3轮车，这个蛮有意思的，以后有机会给你们介绍一下上海街头的电动3轮车。有一些家长甚至会脚踩着3轮车来接送小朋友，非常好玩。这是我们家长担心的第一个安全问题，交通安全。第二个安全问题是社会安全。你们知道吗？在中国国内，目前还有蛮多的拐骗现象，尤其是针对小朋友们的拐卖，就是一些人贩子在学校周边去哄骗小朋友，把他们骗走，然后卖给其他地方，非常可恶的一种犯罪行为了。所以我们家长非常担心这个问题。我们从小
从他们会讲话、会听得懂我们的语言开始，从1岁之后嘛，就会经常教育他们，千万不能跟陌生人走。他们在幼儿园里面，幼儿园的老师也会经常教育他们，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走。在幼儿园还会经常有一些演练呢。幼儿园的老师会模仿一些坏蛋，看看小朋友会不会上当受骗。然后每天在幼儿园、在小学里面，老师都会让学生们排好队嘛，然后让家长领走，不要走丢了，走丢了就麻烦了。这是第2个安全问题，我们家长也蛮担心的。然后最后一种，第3种安全问题就是戾气。你们听说过戾气吗？戾气应该是中国社会专有的一个词。戾气就是那种平时压抑的一种情绪，这种戾气爆发出来之后呢，往往会很恶劣，会造成很多无辜的伤亡事件。去年还是什么时候，中国社会上就爆发了一起恶性的伤人事件，就是这种戾气引起的。然后这个恶性事件造成了很多小学生的伤亡嘛，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一夜之间，中国的所有学校，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小学还是中学，所有学校门口都装起了各种的钢柱子或者石墩子。这个钢柱子，这个石墩子，这个是可以自动升降的啊。这些钢柱子或者石墩子就为了保卫学校的大门嘛，对不对？这样我们家长才稍微放心一点。中国社会看起来是不是很稳定？你们是不是也觉得中国社会很安全？其实，在这种安全的背后，还是有蛮多戾气的。哇，很多家长已经出来了，我看这应该是1年级的。刚才我的摄像头从我的挡风玻璃上掉下来了，还不知道摔没摔坏呢。晚点我回家检查一下。所以，中国家长为了学生的安全，我们都是操碎了心，每天都在担心。你们有没有家长在你们国家里面，你们每天都会接送小朋友上学放学吗？你们会担心小朋友们的安全问题吗？比如说拐骗事件，比如说社会的戾气，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交流。今天是我家小朋友3年级下学期的最后一天嘛，今天考完试，他们马上就要放暑假了。放完暑假，下半年就是4年级了。然后我们也会逐渐让他们自己去上学，自己放学回家，也希望他们一直安全吧。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节目，也欢迎大家点赞、评论和订阅，非常感谢你们。我们下次再见吧。
拜拜。